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煮鸡蛋时最忌冷水直接下锅煮，教你正确做法。鸡蛋鲜嫩可口又营养。鸡蛋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品，它的营养价值极高，尤其是其中所含有的蛋白质，非常的丰富。每天1颗鸡蛋，基本上就能补充我们人体对营养的需求。而鸡蛋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水煮鸡蛋。但是很多朋友在做水煮鸡蛋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是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，或者是直接放到锅里面煮，以至于煮出来的鸡蛋要么是散花，要么是破壳，最终不仅口感不好，而且营养也没有了。今天就来教大家水煮鸡蛋的正确做法，准保你煮出来的鸡蛋个个鲜嫩，而且营养不流失。准备1个大碗，根据自己家人口数量来准备鸡蛋。我们在准备鸡蛋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一下，看一看鸡蛋表壳是否完整，有没有存在破损的地方。如果鸡蛋表壳存在有裂纹、有破损的地方，像那样的鸡蛋，我们只能将它打开用来煎着吃。如果是用来下锅煮的话，就会出现开裂散花了。鸡蛋里面加入少许清水，接着加一点食盐进来，然后用手这样轻轻地搓一搓，利用食盐的摩擦力，将鸡蛋表壳的一些鸡粪残留，还有脏东西搓下来。刚才我们在看鸡蛋的时候，都知道它们的表壳上面非常的脏，所以每一个地方都要仔细地搓到。生活中常见的鸡蛋，有这种白壳鸡蛋，也有黄壳鸡蛋，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鸡蛋，它的营养成分都是差不多的。所以我们在挑选鸡蛋的时候，不用去纠结挑选什么颜色的鸡蛋，每个鸡蛋都像这样搓洗干净，放回盆子里，接着加入量多一点的清水，把表面的食盐残留冲刷干净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准备1个干净的碗，把我们洗好的鸡蛋放入这个碗中，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在鸡蛋的50%处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准备家里面炒菜用的白醋，往里面加入少许的白醋进来。加入白醋，可以让我们煮好的鸡蛋更容易剥壳，不会出现粘连的情况。用手轻轻地搅动几下之后，将它放在里面备用。然后往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要一次性加足，接着加1大勺盐进来，然后把火打开。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朋友在煮鸡蛋时都是开水下锅，其实开水下锅特别容易，导致鸡蛋内外受热不均匀，而导致鸡蛋破壳，煮出来的鸡蛋就会出现开裂散花。而还有一部分朋友就喜欢冷水下锅，其实这个做法也是不对的。正确的做法就是，我们在下鸡蛋之前，一定要在锅里面加入足量的清水，这个时候水的温度刚刚好，大概是40度左右的样子。放的时候动作也要轻，如果直接扔在里面，就很可能在扔的过程中，鸡蛋就会直接碰到锅底，导致鸡蛋壳破碎的情况。然后我们把泡了鸡蛋的白醋水也给它加进来，接着盖上锅盖，然后把火开到中小火，将锅里面煮开。煮开后再煮上8分钟的时间。我们都知道，在煮鸡蛋的过程中，如果水开后煮5分钟以下的话，鸡蛋是不会凝固的，所以一定要煮到6分钟。6分钟煮出来的鸡蛋，它就是一个溏心鸡蛋的情况。如果我们不想吃溏心鸡蛋的话，那就要煮到8到10分钟的时间，并且我们在锅里面加上一点食盐，
这样可以增加水里面的密度，以至于鸡蛋在煮的过程中不会和锅底发生碰撞。就算是水开了之后，鸡蛋在里面小幅度的翻滚，也不会导致鸡蛋破壳的情况出现了。我们还要保证在整个煮鸡蛋的过程中，都要用中小火来煮。如果火太大了，锅里面的水沸腾的就特别厉害，就容易造成鸡蛋破壳。现在这里已经煮了8分钟的时间，揭开锅盖看看，可以看到以这种方式煮出来的鸡蛋，没有一个出现破壳开裂的情况，每一个都非常的完整。我们把它控水捞出来，将它放进冷水里面，这样可以让鸡蛋快速的降温，让它在里面浸泡30秒左右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把鸡蛋取出来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鸡蛋，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来回的按一按，可以看到这个鸡蛋包起来非常的干净，轻轻松松的就被取出来了。鸡蛋和鸡蛋壳都非常的完整，所有的鸡蛋都剥好后，我们把它放在盘子里。现在我们把鸡蛋切开来看看。8分钟煮出来的鸡蛋，里面的鸡蛋黄刚刚凝固好，没有出现任何溏心鸡蛋的情况，非常的 Q 弹。以这种方式煮出来的鸡蛋，营养也全部保留了。然后我们再把它切得小块一点，把它切成鸡蛋碎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水煮鸡蛋非常好吃的做法。这个做法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，特别好吃，而且非常的滋补。全部切成这种小碎粒，把它放入碗中，往里面加入1勺红糖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醪糟进来，喜欢醪糟的可以多加一点。接着再加入1把枸杞进来，然后用刚烧开的开水进行冲泡，用勺子搅拌搅拌。现在看起来就很有食欲了。鸡蛋以这种方式做出来，特别的好吃，而且加了醪糟之后风味更佳，还能保留住鸡蛋里面的营养不流失。每天早上把它当做早餐吃上1碗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喜欢吃鸡蛋的朋友们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哟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、转发或分享哦。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